2026年的瘦瘦针正在变便宜，变成口服，甚至开始研究怎么保住瘦体组织。但先别急着高兴，要更好取得，不代表减掉的全是脂肪。今年4则消息，看似都在谈进步，学名要竞争，口服要核准，监管加严，保基新研究。可是他们共同提醒的是，使用门槛下降后，判断力反而更重要。看完这支，你会知道哪一颗要真的核准，哪些商品不能当成同一件事，研究里受体组织少了多少，以及现在就能做的保基策略。先问第一题，为什么印度突然出现大量便宜版本？核心不是药效突然突破，而是司美格卢泰的专利保护在印度到期。专利到期会让当地合格学名药竞争增加，价格承受压力，但印度市场的核准、价格与供应不会自动套用到台湾，也不代表可以跨境乱买。你真正要问的不是有没有比较便宜，而是谁核准、谁开立，来源与冷链是否可以追溯。所以第一则新闻的答案是，学名药竞争可能改善可进性，但你不能把便宜直接翻译成在台湾合法、安全、适合我。价格下降不等于安全门槛一起下降。那不想打针的人呢？第二则新闻更直接，真正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每天吃一次的新型口服 GLP-1 已经来了。2026年4月1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 Foundayo， 成分是 Orforglipron。这不是把针剂装进胶囊，而是一种非胜肽小分子 GLP-1 受体促效剂。它是每日一次，用于肥胖成人或过重且至少有一项体重相关共病的成人，并且要和降低热量的饮食、增加活动量一起使用。最吸睛的地方是它不像部分既有口服胜肽药物需要严格配合通腹与饮水限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公告指出，它可以不受食物与饮水时间限制，不必空腹等待，而且这次核准只花了50天，比原定审查目标早294天，是2002年以来最快的新分子实体核准。但快是审查制度的新闻，不等于更适合每个人。口服只是改变使用方式，没有把处方药变成保健品。据印证，禁忌、药物交互作用与不良反应仍然需要医疗评估。接着第3题，网络上写着同成分，医师线上开，比原厂便宜，能不能相信？这一题监管新闻可能先走到你前面。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2026年3月对30家远距医疗公司发出警告信，重点是他们对调制 GLP-1 做出虚假或误导宣称。网页看起来专业，不等于产品经过核准，也不等于原厂药。调制药和经核准的学名药也不是同义词。学名药要经主管机关审查，调制药是在特定法规与医疗情境下为不同的医疗需要而制备。截至2026年5月31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收到与调制师美格卢泰相关990件，与调制替尔婆泰相关超过730件不良事件通报。通报不一定代表因果，但绝对不是可以忽略的讯号。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调制2个字本身，而是未核准产品可能缺乏同等的上市前安全、品质与有效性审查。有些网络产品甚至来源无法追溯。如果网页只强调同成分、超低价、免评估、立即寄送，却不说核准字号、制造者、浓度与保存条件，先停下来查证。更麻烦的是浓度与单位。有人拿到不同浓度的小瓶，再用针筒自己换算毫升、毫克或单位，一个小数点就可能变成错误剂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收到的通报包括恶心、呕吐、腹痛、昏厥、脱水、急性胰脏炎与胆结石。这些不是用来吓你，而是提醒剂量错误和缺乏监测有代价。所以不要自己换品牌、拆分剂量、加速升量，也不要因为效果变慢就自行叠加。你需要的是核准来源、正确剂量与专业监测。第3则新闻的答案是，
越容易在网络买到，越不能只看行销页面。把核准、开立、来源、浓度4格存起来，下次看到便宜方案，先用它查来源。现在来到最重要的一题，体重掉了，究竟掉的是什么？第4则新闻把焦点从瘦多少改成留下多少受体组织，也就是大家最担心的肌肉。先把名词说准。研究量到的是 lean mass， 也就是受体组织，不等于只有骨骼肌，它还包含身体水分、器官与其他非脂肪组织。因此，看到受体组织下降，不能直接说每1公斤全是肌肉，水分变化与测量方法也会影响数，这是旧影片最容易讲过头的地方，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它。若在快速减重时吃得太少，蛋白质不足，没有阻力训练，体力、握力、起身与走路速度都可能变差。2026年，自然医学发表 Embrace 第2期试验，纳入102位有肥胖正在减重的成人。研究问的不是能不能再瘦，而是能不能在相近减重下留住更多受体组织。2组都使用替儿婆肽，一组加上 APT GrowMap， 一组加上安慰剂。APT GrowMap 针对肌肉生长抑制素路径，但目前不是核准的肥胖保肌药。24周后，替儿婆肽加安慰剂组减少的体重中，30.2% 来自受体组织。注意，这是这个试验、这群受试者、这个时间点的比例，不是所有人的固定答案。加上 APT GrowMap 后，2组总体重下降相近，但受体注质只占减重的 14.6%。换句话说，研究看到了组成上的差异。再换一种说法 ，APT GrowMap 组比对照组少流失 1.9 公斤受体组织，研究计算的相对保留幅度是 54.9%。这就是新闻标题最爱用的数字。这个数字很亮眼，却还不能回答长期功能、跌倒或失能是否改善。样本只有102人，而且是第2期试验，它是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不是上市治疗。那在保肌药还不能用以前，现在能做什么？答案没有新药那么炫，但更实际。监测、吃够、练肌力，而且今天就能开始，不用等。第一，开始用药前和追踪时，不只看体重，也看腰围、体组成，或至少固定记录握力、作战能力，再和医疗人员讨论是否有肌力训练。第二，不要在食欲被压低后只靠少吃，每餐安排明确的蛋白质来源，实际分量要依体重、肾功能、年龄与总热量，由专业人员个别评估。第三，每周规律安排阻力训练，从能安全完成的深蹲起身、推、拉、提开始。若握力变差、走路变慢或站起来更吃力，别只怪年纪。如果持续呕吐、喝不下水、明显脱水或出现剧烈而持续的腹痛，不要自行停停打打或硬撑，请联络开药医疗人员，症状严重就尽快就医。把4则新闻浓缩成一句：价格可能下降，口服新药已在美国核准，网络未核准产品的监管正在收紧，而保肌新药仍在第2期。工具在变，安全逻辑没有变。这集的日期和数字很容易被新消息更新，先把50天、990件、30.2%、54.9%这张版本存起来。下次看到瘦瘦针新闻，先对日期。你最想追踪的是价格、口服药还是肌肉哪一项？